印度人如果要学中文的话，我会建议也可以用。来台湾学华语，那当然要学繁体字，因为学习华语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就其实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它很难，它挑战性是很高的。我觉得学语言不单纯只是为了听懂对方在讲什么，而是为了蛮有趣，因为很多人说你要去到当地学语言比较好嘛，可是我的经验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错误是这样子的。Hey, welcome to Mandarin Speakers. My name is Jenny Luo. I'm the producer of this series. In today's episode, we've talked to several advanced Mandarin speakers who will be sharing with us their experiences getting fluency and their advice to beginners. Let's hear about what they have to say. “你好，我叫 Sandrine， 但中文名字是方山林，地方的方，珊瑚的珊，一个王一个林。我是法国人，我来台湾快3年了。你当初是学注音还是学拼音啊？你知道注音是什么吗？知道，但我不会注音，我只会拼音。然后即使在台湾住，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方说，我去了图书馆，然后我要写我的地址，我知道用繁体字怎么写，对吧？但因为他们没有拼音的那个 keyboard， 所以我无法写我叫 Steve， 我是一个外国人呢。我在台湾大概25年了。我本人是苏格兰人，但是我在澳洲长大。当初在学的时候，你是学拼音还是学注音？我自己有学到那个拼音，因为这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right？ 我可以打字，我是可以看。但是上课的话，他们要我学那个注音。但是我记得我第一天上课，那个老师就问我，这个我觉得很蠢的一个幽默。他问我，那你的注音，你知道注音吗？我说哦，注音我很喜欢，很好吃。那个注音就是 bubble muffle 对。他说你 bubble muffle 会不会？我说哦，麻婆豆腐我好喜欢，很好吃。我自己觉得拼音是最方便的。当然，你要学一个新的语言，而且拼音或者注音就是要协助你来学那个发音。你发音不标准的话，你用什么方式的话，其实都不对。你用注音或是用拼音，其实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要学那些汉字，我要学什么，还有新的语言、新的字、歌词等等什么，我就是希望用拼音，因为它会比较方便。对我不用重新学。我叫做 Philip， 我的中文名字是冯世博，然后我来台湾已经有12年了，然后我是加拿大人。我会觉得拼音学起来比较快，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这些字嘛。bubble muffle 还有一些好处就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台湾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转一些乡音，然后你用 bubble muffle 转那个乡音。然后有时候我都看不懂，就没办法，只要回他们说不好意思，我那个 purple muffle 看不懂。重新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学习用 purple muffle 吗？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障碍。我通常就是会复制到 Google 就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吗？可以啊，我叫奥图安，中文名字是林杰安，我是从比利时来的。所以你当初学的是拼音还是注音呢？一开始学拼音，但是对我来说，用那个拉丁字母学中文有点奇怪，所以我现在都是用那个注音符号。我觉得注音符号有很多好处，因为是一个中文专用的字母。所以你的母语不会影响你中文的发音，还有尤其是在台湾，你去有些地方，比如说那个动物园，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你不认识的汉字，但是因为旁边有注音符号，那你还是可以念出来，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学注音。你是学的是拼音还是学注音？拼音。因为一开始就用拼音嘛，习惯了。很多人会说这很
很重要，可是其实我觉得无所谓。重点是你要知道这2个都是符号。可能有一些人会困惑，看拼音哦，那是罗马的字母，就觉得是跟英文一样，不是啊，好不好？这是一个符号，你要习惯，你要懂这个概念。所以你没有学注音符号，但是你的华语其实非常的标准，所以代表说没差，拼音或注音对你来说是没有差别。因为你要不管怎么样，你要用你的耳朵。语言对我来说，语言本来是声音，看的是这是后面来的。因为你想一下，就是人的语言，人讲话的历史多长，几十万年以上，对不对？可是写字的历史才6000年左右。嗨，你好，我叫李梅君，我的印度名字叫 Priya。那我来自印度，可是在台湾很多年了。如果时间来得及，然后如果这个人对语文学很有兴趣，他就可以用注音。可是有一些人是时间要很短的时间要学会，或者是他们对语言不是那么的敏感，这样子如果要他们必须学注音，然后再来学一个语言会比较困难，会花很多时间，没有效率。如果要跳过注音的话，可以先学拼音，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来修正这个拼音的发音，让它变得更好。Philip 是学正体的华语字还是简体的呢？繁体，当然是繁体，对。可是繁体对于一个 foreigner 来讲，不会比较困难吗？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我是先学日文的，然后日文的也有他们自己的简体化。但它没有像中国那么简体化，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繁体字没有那么难。而且，如果你看得懂繁体字，你要去看一个中国人是用简体字写的东西，我还是看得懂。但如果我是先学简体字，我要看一个繁体字的东西就比较难。我一开始我去中国交换了嘛，然后我就一直在学简体字，所以我搬到香港之后才遇到那些繁体字整体字，然后当然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还是觉得还好，就是可以猜出来是哪个词，然后慢慢就习惯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我来写的话，我还是来写简体字。如果可以重复开始的话，我还会学2个，因为反正虽然可能简体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在中国使用的，但是繁体字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使用，包括香港、澳门啊，什么台湾，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同时学2个方法也比较好。你是学正体字还是学简体字啊？我们这边的，对啊，繁体。其实我觉得你学繁体字的话，你简体字很容易认得。但是如果你学简体字的话，你繁体很难认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你要去日本的话，或者去香港，即使你的有繁体的话，你那边基本上都可以看得懂，念不出来，但是你看得懂。所以我觉得我是建议你要先学繁体字。我当初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最后会到哪里发展，但我后来我觉得还好，我学的是正体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品质的问题。怎么说生活品质？因为我在这个语言的环境里面生活嘛，我每一天都会看到。那我觉得正体字比较好看，所以我现在每天看的是正体字，我觉得比较开心。像中文或者当然日语也是在用这个汉字嘛，但就是这个系统汉字的系统是唯一一个现在有人在用的象形文字。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可以体验到另外一个思考模式。我是学正体字，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大学大一要修4个学分的国文，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要一般的台湾学生是学文言文，然后我是学给侨生的这个班级再简单一点，可是我们学的字都是正体字。那我没有发现简体字，一直到后面有人用手写比较草写，像 cursive 英文说 cursive writing 那种的时候，我才发现，哎，这个字什么意思？这看不懂什么字。
然后之后才发现哦，在台湾是用正体，那在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比较简体的字。可是我觉得学中文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个字的发展，从最古老以来，它这个字是怎么发展出来？那这个有时候在简体是看不太出来，可是在正体我们看得出来，就好像这棵树，它就是一个木这样子。对。所以你也会建议大家学正体字，会比较能够欣赏中文的美。对，刚开始应该是学正体字比较好。你觉得自学有可能把中文学好吗？一开始我自己学有点随便学，所以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搬到台湾的时候就在台大上中文课，所以开始学比较正式的中文，写怎么写汉字，对之类的。你认为华语的部分的话，可以自学吗？还是你觉得还是要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任何语言都可以自学，但我自己的话，我最快进步都是一定要跟活活生生的人有互动的。刚接触华语可以自学，那有需要特别找课来上吗？找课来上，我觉得不一定要。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找个家教，因为这样子你的讲话跟听话的时间比较多，但上课的话，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听别人在问问题，别人回答问题。你觉得学习语言有什么技巧跟秘诀吗？我刚刚开始我就说，我自己觉得你要不要学到太高级了，你要把你的基本弄好。所以我这是第一堂课，我这是重复学第一堂课，到我真的很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技巧。很多人是学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但是第一级还没有完全好，一直往上。但是我这是做 first year like 4 times。那第一次我上课的话，我是最笨的人；第二次比较聪明；第三次还蛮聪明的；第四次我是最厉害的。我是用这个方式，所以我最基本的国语就是非常厉害的，我不会有问题的，像跟小朋友一样。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会弹音乐，然后我的耳朵就是比较习惯了。比如说弹钢琴的时候，我可能大概知道你在按哪一个。然后因为中文或西班牙文也是那种有声调的一些语言，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会听到有那种我们用法文说那个音乐耳朵，如果有那种音乐耳朵，那你就更方便来模仿他人的口音。所以你看，现在我的口音乱七八糟，因为一开始很北京的，那现在在台湾就慢慢的会改一改。模仿很重要，你要一直听，一直讲，你要我刚开始学语言，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模仿别人，因为怕他们会觉得我在嘲笑他们或者什么，就是反正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关键，就是要一直学习模仿对方。我的经验当中，我觉得学习语言就是要有这个环境，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练习，所以要多讲，然后不要害怕，不要被笑，也勇敢的说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在台湾很容易做到，因为台湾人会非常非常友善的来帮助外国人来学中文。我们在学术界会有学会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有一些人是 visual， 就是用眼睛学习，有一些人是要用听的，有一些人是要用做的，所以每一个人要看他的学习的 style 是什么，然后要按照这个找到最好的学习方式。不过最一开始就是要有兴趣，对语言要很有兴趣 ，either 有兴趣，不然就是有这个被迫。就是你没有选择，就好像小孩要学游泳，最好的方式就把他丢到游泳池里面，不要给他游泳圈，他就会游出来。语言也是类似这样子。Hey guy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episode. If you enjoyed the content, please like this video and comment down below and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Learn Mandarin with Time Plus.
because we have more Mandarin learning contents waiting for you.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Bye bye!